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对葡萄干叶种情有独钟，因为它特别适合新手，只需要葡萄干和水，大概1周你就能得到活力满满、酵力强大、带着天然果香的万用酵叶。它不需要经常喂糖喂面粉，平时塞冰箱不用管，省糖省面粉，不费时间，完成的酵叶直接与面粉混合做面包，或者培养成更稳定的过兰种、鲁邦种。最重要的是，做出来的面包、馒头没有酸味。在开始培养之前，宝宝可以先订阅我，点赞收藏。葡萄干叶种是利用葡萄干皮上天然的酵母菌，透过葡萄干里的糖作为养分，在水中繁殖发酵，形成充满气泡的酵液。晒干的果实甜度浓缩，葡萄干、无花果、椰枣都是比较容易成功的。我觉得绿葡萄的酵力最强，一定要确认是无油无盐、无防腐素、干剂、膨大剂，这些添加物会影响酵母的生长，提高失败率。小颗粒无籽的葡萄干更大可能未经过速干剂处理。葡萄干越新鲜，酵母越活跃。我买了2种最新年份的，左边是澳洲进口代制的，右边是我常用的45天自然晾干新酱葡萄干。把坏的果干找出来不要，等量分装方便，日后取用。水是构成面团形成网络不可或缺的材料，也是酵母生存的必要条件。矿泉水有利于发酵面包，因为其中含有酵母所需的矿物质，提供营养，增加面筋强度。我一般用特定品牌的矿泉水来减少水质的误差，水的硬度最好是中的，过硬抑制发酵，过软则会使面筋过度软化。制作野生酵母的时候会产生二氧化碳，找一个适当大小的瓶子是很重要的。首先植材必须适合多次使用的便携水杯，千万不要选玻璃瓶哦，葡萄干叶种的爆发力很强的，玻璃太容易炸了，太危险了。第二，叶种发酵的时候会有轻微发热和膨胀，所以必须留下2/3的空间。选这种大概500到600毫升的便携水杯，瓶口也不会过宽。这种盖子可以在发酵的时候打开，露出小口，让足够的氧气进去，但又可以阻隔部分尘埃飘落，而且自带滤网。把叶种倒出来的时候，同时过滤葡萄干，真是太方便了。在家里找一个温度稳定的地方，整个过程室温维持在摄氏23到26度左右。这种便携水瓶不能高温消毒，我用矿泉水冲洗之后晾干，不要用洗碗液或化学清洁剂哦。把葡萄干和矿泉水放到瓶中，用清水清洗一下就可以了。葡萄干和水放进去，盖子打开，露出小口。如果你的盖子是密封的，拿掉盖子里的塑料垫，只转一圈，不要拴紧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葡萄干吸入水分之后开始膨胀，周围开始有气泡附着，慢慢的浮起来。摇晃瓶子，让氧气进入瓶底。注意哦，摇晃的时候必须打开瓶盖，之后也要保持这个习惯。等待大概48小时，如果冬天室温比较低，可以延长到72小时。直到你看到小气泡包围葡萄干，慢慢浮起。现在的室温摄氏25度，瓶中的葡萄干已经全部挤到上面去了，出现大量泡沫，液体变成茶色，有葡萄的清新香气，闻起来有发酵的味道，但是不酸。这个时候可以进行叠加培养了。把液体倒出来，弃掉葡萄干，瓶子有点脏脏的，忍着不要拿去清洗。这些都是宝贝哦。新葡萄干先用饮用水清洗一下，把少量的旧葡萄叶倒回去作为新酵叶的引子，可以加速培养新酵的速度。加入新的葡萄干和矿泉水，轻轻地摇晃均匀，再放12个小时，每天重复1到2周，以后的每一次培养也是这个固定的比例，非常好记。瓶子不用清洗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葡萄表面的白色果粉，天然附着大量野生酵母和乳酸菌，可以说是天然的菌种库。葡萄自身含有果糖、葡萄糖等天然糖分，这些糖就成为了微生物的食物。当我们把葡萄和水混合在适宜温度下，就会激活野生酵母和乳酸菌，野生酵母会分解糖，产生二氧化碳，让叶种出现气泡，让面团膨胀。
而乳酸菌的活跃同时分解糖，产生乳酸、醋酸等有机酸，既能形成独特风味，还能抑制有害杂菌生长，保证菌种纯净。葡萄叶种的酵母菌比例通常比较高，带有果香、酒香，酸味较温和清新。之后的每一天，打开盖，轻轻的摇晃，发酵的时候瓶盖露出小口，就不会产生强烈的酒味。倒出液体，更换葡萄干的时间非常灵活，你每天在方便的时候去更换就行。瓶底开始出现白色的沉淀物，倒回部分旧液，加入新葡萄干和矿泉水，就完成一次的叠加培养了。然后你会发现，每一次更换葡萄干，液体的起泡和上浮速度会越来越快，泡沫变多并开始浑浊。接下来我从第4天起开始记录全部葡萄干从瓶底上升到水面所需要的时间。第4天，葡萄干完成上浮需要7个小时。到了第5天，从7个小时缩短到约3个小时。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，表示酵母菌数量正在指数级增长。第6天，这一过程仅用了1个小时50分钟。从第6天到第7天，发酵时间稳定在1个半到2小时之间，这是一个非常理想且活力充沛的状态，表示叶种已经趋于成熟稳定，酵母菌群已经建立优势，从零开始起种，一般8到10天就可以收叶使用了。那该怎么判断收叶的时间呢？有一个很关键的方法，就是留意沉淀物的出现。你可以仔细观察泡泡的上方瓶身的侧面以及瓶底，当这些位置出现虾肉色的沉淀物，沉淀物的爆发力比酵母液还要强，而且随着叠加培养次数的增加，沉淀物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厚。使用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和酵液摇均匀一起用，也可以用勺子把沉淀物取出来，单独称量，来配合你对面团发酵速度的需求。第2，液体的颜色，叠加培养的次数越多，液体会变得越来越不透明。右边的是9个月的酵液，你看像不像珍珠奶茶的颜色呢？第3，大量的气体，泡泡的数量会持续增多。瓶子里充满气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摇晃瓶子，不然会发生悲剧。为了让宝宝们看到酵液奔腾的气泡，可以不打盖子排气，宝宝们千万不要模仿。打开瓶盖有响亮的开瓶声，力量大到把瓶盖都弄破了。当瓶子里充满了2氧化碳，瓶里的压力太大，另外一瓶连熊猫先生都打不开盖子，只能钻个洞放气，大量气泡强力向上冲到瓶口，如碳酸汽水一样。我们的葡萄干酵母液到这里就完成了，可以直接拿去发酵面包，暂时用不上的话，整瓶放进冰箱，在摄氏4度的环境里冷藏备用就行，不用频繁打理。3个月的时候每2周做一次叠加，半年之后1个月做一次，就能让它保持活性。等下次要用的时候，记得提前24小时从冰箱取出来，重新叠加培养1天就可以用了。要是感觉活性还不够，就多培养几天。当沉淀的酵母越来越多，想长期保存，或是出门远行随身携带自制酵种，可以把酵种脱水干燥制成酵母粉，无论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带着走，甚至可以当礼物送人。取出所有葡萄干之后，把沉淀物铺平在烘焙纸上。我用干燥机摄氏45度4到5个小时就脱水了，放在干净的有盖盒子或袋子里。使用的时候磨成粉末，酵母的酵力会跟随时间减弱，所以也要尽快使用哦。起种第1周剩下的葡萄干，糖分未完全被酵母利用，还有甜味，可以做成朗姆酒滋葡萄，长时间冷藏能让风味更好。那么下次用我们一起亲手做的葡萄叶种来烤欧包，下回见。